今天这栋房子呢，坐落在 Shady Canyon 里面，可以看到整个社区的环境啊，跟咱们之前看的偏现代风的房子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是。而且它周围的房子基本都是什么偏意大利风格、地中海风格、西班牙风格，比较复古一些，年代感稍微久一些。但是很多人比较喜欢这样的社区是为什么？它很有底蕴。你看大家基本上前面很多种的什么橄榄树，对不对？梧桐树，这种桑树还有竟然现在里面，这老外是不讲究吗？这些景观。所以整个的环境来讲，社区环境是非常的好的。你看中间就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车掉头的一个环岛，但它做成了绿地。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几栋房子啊，旁边是意大利风格，那边呢也是一个偏地中海风格的房子 Tuscan。那么这边呢，典型的这是一栋西班牙风格的房子，在我们频道里面呢也很少见。其实西班牙风格的房子在加州很多，但是现在就因为现在很多新的房子啊、新的建筑啊，就比华利那边很少人新房子会盖这种了。对不对？当然它也不是新房啊。那么先镜头过来一点，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这边冲的是它的车库，它车库是个半地下的设计，就是从这边打开门了以后呢，一直往下开是一个车道进去，里面能按道理其实是双门，但进去我觉得停个4、5辆车是可以的，就挤一点吧，对不对？很深这个车库，没错，车库里面空间也不小，对不对？它还改建了很多的区域。那一会儿我们进去可以为大家介绍。Shady Canyon 这个社区整体的环境，那不用说，尔湾最好的社区了，也是相对来讲平均房价最高了。这里可能500万算是入门吧。那么镜头再往前面走，从这边呢是它的步道，10块的地面铺的这个蜿蜒曲曲的道路，一直引到正门，两边全部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园艺花草啊，绿绿的青苔长在石头上面，以及一些景观的树，这些射灯，打开以后都会很漂亮。这边侧面还有一条小道，蜿蜒崎岖的小道，一直到侧面是可以直接到后院，那个什么烤火的那个壁炉，直接到那边。然后可以看到从这边上来讲，就跟我们之前看的那种偏现代的那种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前院来讲是有什么花卉啊、景观的设计，而且配合的就是什么呢？它整个这个西班牙风格的建筑的外观，像这个孔洞啊、smooth stucco 啊这种拱形的结构啊、红色的瓦片砖啊，都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所以我觉得对房子艺术感有要求的人应该挺喜欢今天这栋房子的。那我的左手边这边有一个小的户外的 patio， 也不叫 patio 了，或者就走出来一个休息空间，那边是个办公室，一会儿进去我们会为大家介绍。那先跟着我们镜头直接进门。房屋进来以后呢，可以看到它的正门呢是这种铁艺的铸铁的这种框，里面呢全部都是用的玻璃，能保证采光，隐私也完全不用担心啊。而且一进来以后可以看到，咱们这个走廊真是漂亮，拱形的设计是不是？是。这种建筑结构在新的房子里真的是完全看不到的，但我觉得非常漂亮。两边的这个射灯啊，尤其是门打开以后，就一盏一盏的欢迎你回到家里的感觉，上面再吊着这种小的铁艺的灯，氛围感十足。我觉得进来这个小的玄关
非常非常的漂亮，就这种古朴啊、典雅的气息，现在房子看不到了。从这边过来以后是它的书房，首先进来右手边一进门就是书房，双开门玻璃门，左边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出去室外的那个坐的区域，对不对？那它的书房我觉得装修来讲没有问题，因为进来几乎全部都是木地板，上面全部都是用木质的 casing 做的包裹，背面的墙以及它的屋顶啊、吊顶的部分全部都是用木头。那这个桌子摆放的尺寸也是够可以了，对不对？全部的书架里面的射灯，包括所有的音响啊，都是刷了同样的这个木色的漆。你从顶上来讲，没有太多的突兀感，尽量就保证这个年代感的一些特点吧。这边是它的一个衣帽间，这边是它一个卫生间，可以洗澡的，也就是这边可以做成一个卧室，对不对？但我想应该一进门这个空间不会有人做成卧室吧？是，所以放书房也是比较合理的。那么从这边再往这边走，这边是一进门的楼梯，上2楼是去它的主要的休息区域。那休息区一会儿为大家介绍嘛，我们先往这边走来看房子。那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一进门以后直接看到这个走道。再次提到这个走道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就这种氛围感的感觉，尤其是晚上天暗下来以后进来这种昏昏黄黄的感觉，哎，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年代非常的不太一样。那么镜头过来可以看到啊，直接一进来就是它的第一个厅，也就是它的第一个 living room， 尺寸非常的好。在去下面之前呢，它是一个往下2阶台阶的一个向下的一个地线式的设计。去那边之前呢，先把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围着中间这个厅，它是有一个 U 型的走道，只是走道，外面就是外墙了。这边是一个 powder room， 往这边呢是一些储物的空间啊、窗户啊、采光。往那边转过去是主卧房，主卧房我们一会儿过去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柜门的设计和墙的颜色呢尽量比较统一，而且它在里面也做了射灯，所以还是整体是不错的一个设计。那如果坐过来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空间啊，实际上就是为了包围这个客厅做了一个走道。是，也就是说为了就是什么，这个壁炉啊，要没有它的话，这边是通的，是对不对？而且我相信这个其实承不承重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它整个是一个拱形的顶，我们一下来就可以发现这一点。2个台阶下来以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客厅。客厅呢，首先尺寸我觉得没有问题，哎，就特别有西班牙的那种感觉，一下画面感就出来了。哎，这种布艺啊、棉艺啊、一些编织啊、藤椅啊或者木质的这些家具，和一个中间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现代感的咖啡 table， 桌子有点不搭，是不是？然后上面挂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铁艺的一个 chandelier 挂在上面，上面全部都是木质的黑色的这种 beam 横梁撑起来的这种人字顶，以及这边一个拉门。折叠拉门拉开了以后，直接就是通过又是拱形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结构 throughout 整个房子里面经常能看到，是直接就是后院了，红色的地砖，包括室内这个客厅的区域这边啊，也都是红色的地砖，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红白相间的这个颜色，以及这边的一些区域啊，挖下来的地方可以让你摆一些工艺品啊、设计品。那最后就是为了这个壁炉。一个天然气的壁炉，抱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说这个就特别典型的加州啊、地中海的风格的房子。晚上把门打开，有一点点冷空气过来，然后这边点一个壁炉，整个这个空间环境都暖和起来，真的是非常不错，很漂亮。我觉得这个客厅在咱们的视频里面能排到前5了吧？应该不少，不是很多常见啊。没错。那么从镜头再过来以后呢，直接往这边走，就是它的主人房的区域。那主人房区域呢，两边先跟我到右手边，这边呢是它的什么卫生间，主卫，那边是一个衣帽间，打好的柜子，木质的实木的这种隔柜，非常漂亮。那往这边走呢，马桶空间 sink， 侧院的门打开以后可以出去，这边有一个 sink， 这边还有一个 sink， 然后啊没记错的话，对，这边还有一个小的水井，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外面有一个接水的一个水缸啊。有一些水在流，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他会不会在这儿修一个淋浴？他这是为了风水吗？在后边设一个这个？是，其实他这个小空间已经是很，他等于修出去一个小院子的感觉。啊、但我觉得他如果在外面再修一个淋浴的空间，是不是就更好了？嗯。然后这边是它的主要的室内淋浴的区域，这是它的浴缸嘛？那泡是泡在这边。那再往这边走一点，这是第2个 closet， 主要可能女士啊，其他的东西都往这边放。柜子也同样是打好的，那么这边还有一个小的空间是还没有打上柜子，你也可以作为储物嘛，行李箱都可以。那我们从这边完了以后呢，镜头跟着我们一起往回走一点，
从这边过来以后，就是它就一进门的左手边就是它的主卧室的休息的卧床的空间，可以看到又是这种拱形的门，3扇门都可以打开，打开以后直接可以看到后院的美景，地上的红砖，远处的青山绿树，蓝色的泳池，非常非常的漂亮。这种鲜艳的跳色的房子，我觉得就是典型的西班牙风格的这种色彩浓郁的一种特点吧。所以说这个房子跟我们之前看的确实很不一样，但确实很有品位。那我们现在把所有人的镜头跟着我们一起带回到客厅这边，继续往另一侧走，就是一进门的左手边吧，算是从这边可以看到啊，又是一个长长的走道过来，而且它的优点呢是什么？它是一个 L 型的房子，是不是？它基本上中间这边都是采光，包括这边户外的坐的这个 patio 的地方，也是一个遮挡在下面的。一会儿有个楼梯可以上2楼，为大家介绍。拉门拉开，正对着什么呢？餐厅。这是它正餐厅的位置，我觉得正餐厅放在这边还是不错啊。整体的空间来讲，离哪边都近，还是挺讲究的。哎，没错，它非常的考究，它的位置的摆放，因为设计师嘛，还是确实很有考究的。这边是放它的酒窖区域，后面是藏酒，前面是这个小的酒吧 server 的区域，是所有需要的功能 sink 全部都有，铜制的 sink 也是非常的考究，用的材料。哎，这边这个有点意思，这边这个门是 service door， 对，因为另外一边是厨房。对，这个门呢，你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挡上啊，一个单独的空间。那如果你需要厨房送餐的话，因为它 pantry 就在这后面，那直接推开了以后，就从这边送餐。它是双开门，哎，双向开门。OK， 它正好那边能把那个 pantry 也挡上，所以非常有意思。但是厨房的这个餐厅的空间的话，8人桌嘛，那以这个房子的尺寸呢，我觉得其实也是足够了。那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房屋的基本信息啊，房屋7个卧室，9个卫生间，包括半卫，它的室内面积啊7600尺，哎，不小哎，没有感觉7600尺哎，还有地方咱没去啊，对，那倒是。它占地呢半个英亩，要价1180万美金。Shady Canyon 尔湾最好的社区，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在这边能买到这个风格的房子还是不错的。而关键是什么？它整个完善度和保存度非常好啊。那镜头过来以后呢，到了它的 Family Room 的区域 ，Family Room 和厨房是紧紧的连通的。它整个的 Family Room 三个方向全部都有拉门打开，通风、采光、换气没有任何的问题，非常非常的通透，而且用的都是木质的结构，包括所有的这些门啊、橱柜的门啊和它的所有的外面的拉门、推门颜色都是统一的，上面吊的这些小的潘丹来都是挂在了上面的这个深木色的鬓的上面，非常非常的好看。台面呢也选择了稍微不一样的 granite 就是花岗岩的材料吧。那下面是瓷砖，小的砖铺了一个矮的 table 的地方，等于就是一个简单的早餐厅的位置吧。这个台面很厚啊。对，来就是稍微往这边走一点，可以过来。可以看到这边中间有一个 sink， 它用的这些材料都是那种偏铜啊、黄铜啊、复古颜色，久了以后都会发绿的一些材料，所以比较和它的整体风格比较搭。包括它橱柜的门的这边都是有做了花门的，光看这两个能猜出来哪个是冰箱和橱柜吗？这个真是需要猜，应该不会两个都是，对不对？啊，对，这个是普通的橱柜，冰箱是在这边。OK， 冰箱和冻箱，对，然后包括下面啊。所有的冰箱的冰柜的抽屉也全部都是用木头的做了这个面板的 casing 的 panel 了 ，OK， 非常的好看。包括它后面的这个整体的这个 cooktop 的地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特点。这后墙这个砖还是比较有特点，砖花纹，然后这边是铁，啊，那是铁，哎，这边是几个铁片的 logo， 做的非常的漂亮。这边是灯吧，能不能打开灯啊？那抽烟机上面那个 casing 外边也是铁是吧？对， okay， 这边也是。这个铁1、2、3、4，非常的漂亮。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看。哎，对，是铁，没错。它是刷了这个比较新的漆，那边可能经常有水蒸气啊，所以稍微有一些锈渍在里面。那这个厨房就非常的有那个年代感，但它配了一个 deco 的一个比较年轻人喜欢的一个 cooktop， 也是48英寸的，非常非常的好。包括它的升级一下，你看它的发塞都是这样的。这个发塞挺好看。对，完全不一样，就和咱们之前看的偏现代感的房子。那么再往这边走。这是它的 second sink 面对一扇窗户，直接可以看到这边正好开门以后有一个侧面的 courtyard， 坐一坐休息休息。包括这边整个的橱柜啊、面板都是有做一些雕花的处理，以及它整个房子厨房后面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砖啊，用的材料也是非常有特点的，有一点 shining 的材料在里面，而且间隔的也是用这个小铁片，铁片的这种花纹的 logo 做在这里面。就是这种跳蚤这种花纹，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西班牙风格。那么再往这边走，可以看到
它很多的橱柜下面依然都是做了这些下面的这个小的 LED 的灯带。那身后呢，就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门，放开门过去正好是 pantry 的地方。OK， 简单的一些大米、油盐酱醋都可以放在这边，然后菜箱，对不对？保温箱、microwave 都有。它虽然不是一个那么新感觉的房子，但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完全不用担心，对不对？ Right. 那到这一侧呢，就是它的 family room 了。family room 就是一个放松的地方，因为它是 L 型的房子，正好在它的一个伸出来一角。我觉得这个厅的位置非常非常的好。首先刚才大家说了三面采光，那其次呢就是那边直接看到远处的高尔夫球场、山景、蓝天，非常好看。后院以及这边一个户外的坐的区域，壁炉也能点开，以及我身后这边点开，配上的这个环形的沙发。放在这个空间里就特别的合适。这个空间如果你要放个长方形的沙发或 L 型沙发，就觉得差点意思。是，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太有棱有角的房子了。对，但它放了一个这个椭圆形、圆形的沙发，哎，让这个空间显得更加的 cozy， 叫什么？温暖，叫什么？就温馨一些，是这种感觉，一下把这个空间觉得非常的舒服。所以意大利风的房子就很多壁炉喽，这已经4个了。西班牙对不对？地中海气候嘛，对不对？人家那儿流行点壁炉啊，对不对？而且本身加州以前也确实，包括现在，大家也是很喜欢这些壁炉嘛，对不对？气氛也好，包括一定的供暖，我觉得整体的环境，这个真的是没话说，非常非常的漂亮。你可以看到镜头里面，这边直接看泳池了，远处的景观啊，多么的漂亮！这个客厅，那我们现在整个的1楼为大家介绍完了，跟着我们镜头一起上去看一下它的2楼。上到2楼这边，从一进门的楼梯上来呢，可以看到，哎，这还有这么个区域，挺奇怪的。是，你说它到底是人做什么的？挺窄的。你看这边特别窄一个空间上来，小朋友做作业也很窄啊。问题你在这儿做作业是做不好就给你推下去的意思吗？有一种，是不是就那种感觉吗？不能说是不是？挺奇怪的。这小书桌的设计，在这边看个书。等于就算一个僻静的角落吧，这个地儿一般可能也，屋里的人可能也不会来打扰。这是time out的地方。哎，time out。对啊，从这边过来，右边是一个小门，打开以后去阳台，旁边有一个门，直接去上面这个阳台。一会儿为大家着重介绍。那首先是这边，这边是它的洗衣房了，楼上洗衣房。实际上刚才楼下车库还有一个洗衣房，就是在客厅旁边有一个向下的楼梯。刚才走过去的时候，跟大家对着楼下车库还有个 bonus， 哎，车库还有一些 bonus 的区域吧，但整个都是为它的车库空间去使用的。是。那2楼有一个简单的休息厅，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水吧 sink 全部都有。那么后面其实非常简单啊，后面这个空间1、2、3个卧室都有自己的阳台，采光非常的好，有自己的卫生间。现在呢，它刚换的地毯全部都是用那个塑料膜包上了，是。里面暂时没摆放家具。尺寸也非常好，而且也是朝的阳光面。这边正好就是 family room 的楼上，是对不对 ？OK， 我们这个区域完了以后，往这边走。从拉门出来以后，就是刚才大家说的这个小的 patio， 直接可以看到屋顶的红色的砖，非常的漂亮，都是瓦片做的，红色的这种烧砖，很好看，就很典型的西班牙风格吧。这边放了一个坐的地方，可以看的什么后院远处的景观，以及往这边走，它有一个。bonus 的区域，这个区域挺有意思的，就楼下院子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啊，它有一个楼梯，这个楼梯呢是从里面上来直接进这个卧室的，它是一个单独的套间，有一个自己的小的水吧、microwave 休息室、卫生间，大大的房间，3个拉门拉开以后从这边过来，它和主房是通过这个户外的通道连接的。OK， 就是从室内你是过不去的，隔绝了是吗？对，所以这是什么 guest home、guest house， 或者是给客人准备的一个 bedroom。或者是反正就想区分一些空间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父母的房子，爷爷奶奶的房子，差不多吧。但我觉得要给佣人住的话有点奢侈了。是，从这边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景观，高尔夫球场都能在眼前看到。那我们现在赶快下去看一下它的院子。我们回到这个 patio 的下面，可以看到它这个空间和室内真的就是因为地砖用的都是同样的地砖，只是 finish 不一样而已，所以觉得是一个非常把室内和室外连通的一个空间。那我们从这边继续出来往外走，就正式到了它后院的地方了。可以看到整个房屋的侧面能看到的地方都是有拉门开窗的。这边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楼上的卧室，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去。你说这还挺奇怪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是，因为它的楼梯不在前面，它是在后院。对，所以可能就是为了住在上面的人方便使用后院的东西吧。
那么镜头往这边走，可以看到景色真的没话说，因为它这个房子正好也是在一个 cul-de-sac， 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后院啊是没有人家的，下面就是社区里面的高尔夫球场。哦，是吗？对啊，你看那边还有几个洞，包括身后你可以看到吗？哎，绿色那边地都能看得到嘛。所以它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好的。那配的泳池跟大家看的传统现代的也不一样，周围都是红色的砖围起来的，底下刷的蓝色的这种底的泳池。那边还有一个小的泡池在咕嘟咕嘟。那周围院子侧面其实还有很大的一片啊，都是种的一些 olive tree 啊，对，梧桐树之类的。包括这边很多树上挂了一些小的鸟笼，铁艺的非常漂亮。那么这个区域就是从 family room 的2扇门拉开以后出来，这边刚才跟大家提到的一个烤火的一个地方，晚上把火升起来，坐在这边，哎，非常的舒服，看着远处的景观，蓝天白云。侧面呢就是那个小侧门，从正门那个小步道一直能走过来，也有一个小的泉水啊，非常的有特点，挺好的。对，它整个2个洞好像啊，烤一个北京烤鸭，哎，真是可以啊！吊炉、明炉烧烤啊，是不是？真是啊！你这么一说，刚才我还没注意呢，是可以给它做成这个样子的。要不然那样设计干嘛？反正旁边也有电磁炉嘛，对不对？也有一个烤箱，你要在那边烤也是可以的。那么整个画面可以看到，过来以后看到房屋的环境景观真的是没话说。我觉得这套房子说实话是比较能够代表或者说体现或者是诠释加州特点的房子。就之前看的现代化的房子哪儿都有，但这种地中海风格、西班牙风格的房子，我觉得是加州的特点。很多这种风格的房子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盖了，所以喜欢这种风格的房子的人，也就在这些老牌的old money的好社区里可能才能找得到了，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哎，那今天的房子呢，视频我们从里到外为大家看完了。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一定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